时隔了整整2个月，我总算是吃到了家满分推荐的店铺，而且它还是那种怀石关东煮。是不是感觉听起来就很装逼？那我们作为东京的关东煮杀手，那肯定是要来看一下，它要是不好吃，这个米其林绝对是假的。关东煮拼的就是这个汤，其实巨鲜。这家店在东京的麻布十番，就是也算是日本的一个富人区了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这个地方的房租能有多贵？我们随便去找家不动产看看。22万、24万，基本上房租就是我家的3倍，这也可以的。我们还是吃饭吧。店里还有什么菜都是写在了这条纸上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家店的前菜巨多，第一盘是5、6、7、8种小菜，这真的太怀石了，一点都不像是来吃关东煮的感觉。最左边是一个小虾和一个栗子，这就是标准的秋天的甜味。然后是一小碗松果芝麻酱，松果还是炒了一下的那种，还可以。然后是一坨好像是竹夹鱼寿司，有点腥啊。还有一碗传统时蔬小沙拉，然后这一碗我特别喜欢，它是蟹肉鸡腿菇，微微咸的松叶蟹，这前菜挺高级。这就是我们的刺身了，这虽然是1人份，但这肉也太多了吧。第一个尝尝这个梅子酱鱿鱼腿，这个我觉得蘸一丁点酱油就可以了，肉还是脆的，这个是我的爱。旁边是2片鲷鱼，这个萝卜怎么切得像隐形眼镜一样，这个还是蘸一点酱油吧，不然你会觉得你在调空气。然后是一个扇贝肉，它是把它从中间切开，加了一片薄薄的柠檬，我感觉终于有人懂我了，扇贝肉那么腻，早该这样做了。旁边是2坨看成色就知道很高级的金枪鱼，然后这个黄色的我一直以为是葱，那个是韭黄，这2真的太配了，姐妹们，中日结合呀。最后2片是红干鱼，就是肉质比较弹牙的那种鱼，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鱼做的寿司。吃完之后就上了一个锅，这个是用来涮海鳗的，这个还挺高级。大家说这个菜的难点其实在于要先烫皮再烫肉，其实还挺难操作的，因为海鳗的肉虽然比河鳗嫩，但是它的皮更硬，所以得先把皮煮软。吃这个的时候可以蘸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涮完这个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西京烧了，它其实是烤的一块金目雕，然后泡在关东煮的汤里面，就这种炭烤的鱼有吸收了鸡汤的鲜味，所以味觉体验很丰富。吃完这个，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菜。第一个关东煮就是王牌大羹，这里居然是一个菜一个盘子的端上来，不愧是米其林关东煮呀！上面撒的是木鱼、葱、山药丝，还有黑胡椒粉。你就承认吧，这个真的比便利店的好吃太多了。就吸水量，太香了，我的妈！然后下一份是包菜卷肉，里面裹的是那种肉粒很粗的火腿，甚至都有点嚼头了。而且这一份关东煮的汤汁特别好，我想问他单独要一碗那个关东煮的汤。然后是一份鸡蛋，它是已经帮你把黄芥末放到了鸡蛋的边上。对，下一个是牛筋，其实这个菜并不是关东煮的，这是关西煮的菜，所以它是单独一个锅煮的这一碗牛筋。你们看这个牛筋 Q 弹的程度。一点点柠檬的香味，加上牛筋脂肪的味道，然后这种味道在你的嘴巴里到处弹，这应该是最好吃了。最后是一份鸡肉丸子，其实还有很多菜我只是没拍，只挑了4个我最喜欢的。鸡肉丸子嘛，面粉和胡椒的比例刚刚好，这个也是 Q 弹的，当然里面肯定是有一些脆骨的。最后的主食就是一碗汤泡饭，关东煮的汤就是咸菜一块吃，非常的接地气。甜品是红豆沙糕，加一碗苦到死的抹茶，完美的落幕啊！这家店真的是太让我惊喜，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吹爆了。阿基饭指数10分，下周再来啊，卡玩意儿！今天这顿饭我实打实吃了4个小时啊，没错，今天我们吃的就是日本人请客都很爱吃的怀石料理。不过今天这家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宗，正宗到我和刚刚差点在桌上睡着。回想上一次吃怀石料理，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。好，我感觉有1年没有见到你了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阿基，又到了吃怀石的日子。今天我们的料理长来头不小啊，京都的名厨50岚庄大郎，那我是60岚半小鸡。今天最先上的小菜是这个，乍一看还有点那啥，它是海胆茄子啊，就是上面有很多迷之泡沫，密孔都泛了，上面是很多菊花跟海胆。料理长还跟我说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大茄子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我们那儿全是这种茄子。好的，第2个菜煎鱼刺身，下面这个丝是无花果，想起学校小卖部卖的那个。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吃无花果，上面是一些标配芥末酱，其实这个酱料调的还是很好的。煎鱼入口还是那股熟悉又高级的烟熏味。第3个是蟹肉蒸蛋，这个造型还挺有意思，下面是一片薄薄的木耳，摆了一些黄瓜丝，但我吃完才反应过来，应该用木耳包着它吃啊。我就说为什么我一夹就碎了。第4个菜是个大菜，就是怀石料理里面都会有的季节料理，这次是秋季拼盘，这个叶子是装饰哈，不能吃的哈。我一下就闻到那个烤银杏的味道，银杏果就是那种想单独再点一份的好吃。然后就是这个天妇罗栗子，其实吃起来味道有点像麦当劳的薯条，我现在感觉吃怀石就跟在拆盲盒一样，你看着它的外表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。这个是烟熏的三文鱼加鱼子齁咸，这个是陈皮章鱼腿，我比较好奇里面的果肉呢是扔的吗？然后这个是血子鱼冻，还有一小碗鱼子饭。终于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长胖了吧，因为他们吃的东西真的是又贵又少，所以还是羡慕国内可以用骑士卡的日子。大牌餐饮5折起，海底捞双人餐才160，只要支付宝搜索骑士卡就能免费办理1张，炸鸡汉堡低至1折，不到1块钱就能换购汉堡王套餐，而且点外卖7折起，每天还可以领取2次66块钱红包，点评论区就可以领取啦。好啦，说回下一个菜，这个就是日本的烤鱼，
鱼，好像是叫西京烧，它是那种皮已经烤得很脆的鲷鱼，吃起来其实比较香甜不油腻，竟然还挺好吃的。然后下一个菜是煮的血子，我乍一看还以为是水煮肉片，然后料理长还反过来问我什么是水煮肉片。那水煮肉片它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解释啊？就是水煮的肉片啊。然后我们的主食终于来了，是咸菜配北海道香米，还有一小碗银鱼。我终于顿悟了，原来这种高级怀石料理的重点就是粗茶淡饭呀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不过还好配了一份硬菜，温泉蛋配牛的脸颊肉。牛的脸颊肉的特点就是没有嚼劲，但是特别的松软，就是你咬开之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肉，所以它会特别的入味。然后配了一碗味增汤，我一直喝不懂这个东西。然后到最后的甜品呢，第一个是一个巨大的葡萄团子，然后是一碗京都式的正宗抹茶，这个真的是巨苦。然后你还有强颜欢笑说它好喝，然后接下来还好上了一个杏子冰淇淋，缓解一下。因为料理长看我们好像很喜欢那个葡萄，所以又单独给我们送了一个那个葡萄。吃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后，并没有结束，然后开始上各种各样的茶，就是每个茶我都听不懂，所以才会有人说怀石料理就是为了让茶变得更好喝的料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特别好，烤样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，就这么一杯。烧鸟作为日本的卤串，一直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料理之一。上一次我这么说还是在吃河豚料理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就这么花心。东京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之后，气温也算下来了。今天我们去的家就是在东京中目黑的一家烧鸟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垃圾，又到吃烧鸟的日子。第一个菜是法国进口的鹅肝可乐球，它菜单上面写的是法国进口哈，那实际上是不是法国进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鹅肝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。但是可乐饼做法还真是第一次吃。觉得好吃啊！外壳脆脆的，泛着油香，里面就是又湿又软嫩的鹅肝。第二个菜是时蔬茶碗蒸蛋，真的是好小的一碗，这个也就是半口的量吧。第三个菜看起来还挺有创意，它的吃法是用烤面包去刮勺子上的鸡肝，虽然吃法上面比较奇怪，但那个鸡肝泥调的还是好吃的，橘子味还带了一点香草的香气，像极了初吻的味道。但是谁的初吻会是鸡肝味啊？然后下个菜服务员说是一个重头菜，重头到他跟每个人上菜的时候，他都会说一遍这个汤是熬了8个小时的汤，8个小时的鸡汤。不过这个汤的味道确实是鲜的，甚至有点像甲鱼鸡汤那么鲜。下个菜是南瓜沙拉，它把南瓜泥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腻，甜得很自然，挺好吃的。接下来这个是烤的干芝士，从北海道运过来的。为什么北海道这么产芝士呀？这个芝士的名字叫卡丘卡巴罗，它烤成了3层，它把上下2层烤成了特别焦脆的薄片，这个吃起来真的是贼香，里面嚼起来就像口香糖，甚至还有点弹牙。下个菜是白萝卜泥加甜酱油，好像很多高级烧鸟店都会有这个菜，成都人表示意义不明。好，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。第一个烤出来是带嫩葱的小鸡腿肉，这个嫩葱是真的很香，葱的汁水和鸡肉搅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嫩滑的鸡腿肉也烤得刚刚好。下一个是半生不熟的鸡胸肉，它这个烤出来的口感甚至有点像在吃慕斯，软绵绵的口感。接着是鸡翅，骨头已经是剔了的，所以你可以一口把整个鸡翅全部吃进去，然后中翅那个油水又特别的多，就吃起来多巴胺爆炸。再下一个是鸡肉团子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那种比较软的脆骨，咸味也刚刚好，要是再来个蛋黄就更好了。然后就是一份非常小气的烤物拼盘，每一种都只有这么小一个，感觉像是在夜市。鸡胗、横膈膜肉、鸡心、鸡屁股，这里面最好吃的还是鸡屁股，还有2坨珍稀部位的肉，这个是鸡肩小肉，还有一坨腿根肉。吃了肉之后又是一份蔬菜，也是这种小气拼盘，虽然味道真的还可以，但吃的我真的是很心急，真好吃。最后的主菜我是要了一份那个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炖的拉面，怎么感觉念出来都有点搞笑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家店可以推荐给女生和带女孩子来约会的人，因为它看来菜其实还是很多，这样你们可以聊很多东西，就是分量比较少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看那个档，好粗啊！今天炸天妇罗这个大酱，我总觉得很像谁，但我就是想不起来。还是算了，好好吃饭。今天我们虽然是在神户吃天妇罗，但我们这次在神户其实并不只是吃，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我想去看一下，就是在日本一个以咖啡为主题的博物馆啊，博物馆，电影的原画。感觉有必要去看一下，来都来了，毕竟我天天喝咖啡，我都不知道咖啡是什么东西。这里就是 UCC 开的咖啡博物馆。UCC 开设它其实就是为了像我们这种小白科普咖啡文化，比如说这是从最早的咖啡豆开始，讲到了怎么加工成咖啡，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咖啡都是这样种出来的。接着顺便去参观了一下他们家的工厂，听说这里的所有咖啡原料都是由 UCC 资深咖啡鉴定师来挑选的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一台超迷你的咖啡萃取机，实际的大小是这台的50倍哈。讲了这么多，那还不如直接喝一点，还请了 UCC 咖啡冠军师帮我们泡。这次我们喝的叫蓝山咖啡 No.1， 它是 UCC 在自家的牙买加农场培育出来的一批极为稀少的咖啡豆，所以全球只限量190套。我们今天就喝了一套。它这个有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它这个咖啡豆会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朗姆酒的香味。巨香，不愧是在橡木桶里面做的咖啡，是没有喝过的味道。最后这款南山咖啡礼盒在品牌旗舰店也快要上线了，对咖啡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参观完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题。但说真的，其实天妇罗的很多老店都是藏在这种老城区，很老很地道。到了，是一家夫妻经营的小店，它这种也是会给你一直上菜，直到你叫停。前菜跟小菜是这种3拼，其实就是开个胃。里面的无花果虽然没有那么多汁水，但是我很喜欢它奶香的味道。然后一般第一个上的天妇罗会是炸虾，虾头跟虾身也会分开炸。炸虾头真的是一吃你就知道这家店的水平，这家店的味道吃起来就像
像刚出炉的薯片。然后吃虾参的时候，你可以蘸一点这个萝卜高汤，也可以蘸一点盐，都还挺好吃。然后第二个上的是血子，血子的肉本来就很香，所以就不蘸盐了，换成姜黄粉会更好吃。接着茄子来了，这个好吃，它在茄子的外层其实切了很多刀，所以它可以吸满高汤，外面油脆，里面有很多汁水的感觉很爽。然后又是一个重头戏，香菇蟹肉，就是把香菇的腿切了之后换成蟹肉，再用面粉裹成一个球之后炸，炸过之后的香菇味道更大，就和蟹肉非常的配。然后是2块洋葱，不愧是万物皆可天妇罗呀，这种配菜都可以炸，还好是微甜。接着是一条接吻鱼，虽然它这个名字确实有点怪，但这个鱼在天妇罗里面经常出现，肉的香味其实本身不大，但是肉质会比较弹牙，可能因为天妇罗强调的就是外脆里嫩，所以这种鱼就很适合。接着是我很喜欢的扇贝肉，其实块头还挺大，它这个可以带一点萝卜丝儿，会是2种甜味的交织，吃起来就很满足。接着这个是紫苏叶包的鱼肉，这个你吃起来就完全感觉不到鱼肉的味道，因为紫苏叶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，但是里面的鱼肉特别的嫩。然后上的是组合菜姜和鱿鱼，这种鱿鱼炸过之后就会变得很松软，总算嚼起来不会那么累了。接着是一片水果玉米，就是直接切下来的一片，这个我真的想再来10份。最后当然是以青椒收尾，青椒就吃原汁原味就好。吃完天妇罗之后还会给你上一碗天妇罗冬，它上面是连着照烧的那种酱，里面是蟹肉跟虾肉，还有一点藕粒，吃起来还挺下饭的。总的来说这家店的菜品都还是可以的。秋天的第一顿天妇罗，然而并没有吃到松茸，可惜了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时隔了整整2个月，我总算是吃到了家满分推荐的店铺，而且它还是那种怀石关东煮。是不是感觉听起来就很装逼？那我们作为东京的关东煮杀手，那肯定是要来看一下，它要是不好吃，这个米其林绝对是假的。关东煮拼的就是这个汤，其实巨鲜。这家店在东京的麻布十番，就是也算是日本的一个富人区了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这个地方的房租能有多贵？我们随便去找家不動產看看。22万、24万，基本上房租就是我家的3倍，这也可以的。我们还是吃饭吧。店里还有什么菜都是写在了这条纸上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家店的前菜巨多，看。第一盘是5、6、7、8种小菜，这真的太怀石了，一点都不像是来吃关东煮的感觉。最左边是一个小虾和一个栗子，这就是标准的秋天的甜味。然后是一小碗松果芝麻酱，松果还是炒了一下的那种，还可以。然后是一坨好像是竹夹鱼寿司，有点腥啊。还有一碗传统时蔬小沙拉，然后这一碗我特别喜欢，它是蟹肉鸡腿菇，微微咸的松叶蟹，这前菜挺高级。接着就是我们的刺身了，这虽然是1人份儿，但这肉也太多了吧。第一个尝尝这个梅子酱鱿鱼腿，这个我觉得蘸一丁点酱油就可以了，肉还是脆的，这个是我的爱。旁边是2片鲷鱼，这个萝卜怎么切得像隐形眼镜一样，这个还是蘸一点酱油吧，不然你会觉得你在嚼空气。然后是一个扇贝肉，它是把它从中间切开，加了一片薄薄的柠檬，我感觉终于有人懂我了，扇贝肉那么腻，早该这样做了。旁边是2坨看成色就知道很高级的金枪鱼，然后这个黄色的我一直以为是葱，应该是韭黄。这2真的太配了，姐妹们，中日结合呀。最后2片是红干鱼，就是肉质比较弹牙的那种鱼，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鱼做的寿司。吃完之后就上了一个锅，这个是用来涮海鳗的，这个还挺高级。大家说这个菜的难点其实在于要先烫皮再烫肉，其实还挺难操作的，因为海鳗的肉虽然比河鳗嫩，但是它的皮更硬，所以得先把皮煮软。吃这个的时候可以蘸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涮完这个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西京烧了，它其实是烤的一块金目雕，然后泡在关东煮的汤里面，就这种炭烤的鱼有吸收了鸡汤的鲜味，所以味觉体验很丰富。吃完这个，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菜。第一个关东煮就是王牌大羹，这里居然是一个菜一个盘子的端上来，不愧是米其林关东煮呀！上面撒的是木鱼、葱、山药丝，还有黑胡椒粉。你就承认吧，这个真的比便利店的好吃太多了。就吸水量，太香了，我的妈！然后下一份是包菜卷肉，里面裹的是那种肉粒很粗的火腿，甚至都有点嚼头了。哇！而且这一份关东煮的汤汁特别好，我想问他单独要一碗那个关东煮的汤。然后是一份鸡蛋，它是已经帮你把黄芥末放到了鸡蛋的边上。对，吃。下一个是牛筋，其实这个菜并不是关东煮的，这是关西煮的菜，所以它是单独一个锅煮的这一碗牛筋。你们看这个牛筋 Q 弹的程度。一点点柠檬的香味，加上牛筋脂肪的味道，然后这种味道在你的嘴巴里到处弹，这一样最好吃了。最后是一份鸡肉丸子，其实还有很多菜我只是没拍，只挑了4个我最喜欢的。鸡肉丸子嘛，面粉和胡椒的比例刚刚好，这个也是 Q 弹的，当然里面肯定是有一些脆骨的。最后的主食就是一碗汤泡饭，关东煮的汤就是咸菜一块吃，非常的接地气。甜品是红豆沙糕，加一碗苦到死的抹茶，完美的落幕啊！这家店真的是太让我惊喜了，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吹爆了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下周再来啊，卡玩意儿。我就只是想来吃一个soba，现在为什么连个soba都有这么多前菜？日本人喜欢吃荞麦面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儿，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找一家好的试一下哈。这种高级的soba店都是什么样子？又到吃soba的日子啊？真的有这样的日子吗？现在我们已经到店里了，非常的没有日本soba的感觉。这个是今天的菜单，第一个前菜又是个小3拼，这个无花果下面的酱很有意思，它是有点像牛奶又有一点香草的香甜，吃起来的口感像蛋黄酱。这块是鲶鱼身上最精华的那个部位，鸭肉就是照烧的。
还挺好吃。想问厨师是怎么做的？还有一个是哈，我没有开大头特效，我手机把我头拍出来就这么大。第二个是鱿鱼的薄切刺身，就是抖音博主都爱去拍的那个生鱿鱼。第三个是海胆蒸蛋，就是在茶碗蒸蛋上面加了一堆奇怪的东西，里面的海胆比较普通，最好吃的其实是里面这个血子和冬瓜。血子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比鳗鱼更贵的一种鳗，肉会更嫩一点。第三个菜是一盘草，不会是高级餐厅的？它是飓风葡萄的沙拉，但是里面有个非常奇怪的东西，还有点不敢吃呢。就是这个山羊起司，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吃过这个没有？这个东西你只要吃一小个，你就感觉自己置身于羊圈之中，有几百只羊在你的舌头上面跳舞，那个骚味是羊腰子的好几倍。还好我们的下一个主菜非常的厉害，炸鲍鱼配的鲍鱼干酱，就是这个炸鲍鱼的味道超香。然后下面那个就是鲍鱼干磨成酱之后加了一点酱油调配出来的东西，它是有点照烧又有点苦又有点奶香的感觉。反正这个你一定要用鲍鱼把那个酱裹起来吃，多裹一点啊，贼香。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吃到过最惊喜的一道菜。下个菜是炸虾，虾头和身体是分开炸的，这个虾头一定要趁热吃，特别的脆，而且虾头的虾味是最浓的，嚼起来那个壳真的是越嚼越香。最后配上我最爱的青椒，我才反应过来为什么我们的soba还没有上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主菜，主厨是要把我撑饱了再给我上面吗？这是一个芦笋和牛，就是煎的牛排，非常的胀肚子。但我今天是来吃soba的，没心情吃这些高级玩意儿。不过这个和牛软嫩的程度居然刚刚好，厉害呀师傅！配上一点芦笋，我决定收回刚才的抱怨。吃完最后一口和牛，我们终于到了今天的主菜soba。其实荞麦面的面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它的精华是这一杯蘸料，它里面是柠檬醋、臭橙醋各种醋加在一块儿，然后配上一点酱油生出来的东西。它嗦起来非常的有快感，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凉的。我下次要试试soba加可乐是什么感觉。对了，吃到最后你可以把这个白色的汤倒到你的蘸料里面，它那个汤也是很鲜的味道，汤汁才是荞麦面的精华。喝饱了之后再吃一点天妇罗，是不是感觉我说的非常轻松？但实际上肚皮已经鼓出来了。其实我想说，就光吃这个天妇罗就可以吃饱。最后啃一口虾，还有一份精致的甜品，来你们吃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这种传统料理还是不要找那么高级的店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你们看今天这个寿喜烧，其实自从上次之后就没吃到过像今天这么好的店了。这才是寿喜锅最好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是不是很久没来吃寿喜烧了？然后我今天就在网上搜，就看到了这家比较破的小店，但是我一看他们家的开店日期，我惊了，1886年，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他撑了这么久都没倒闭？すみません。リュウです。予約しましたリュウです。他家这个榻榻米我踩上去都在响，不过他们家氛围是真的挺好。我挑了一个坐在窗边的位置，窗户打开就是后面的庭院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少しだけ追加したいけど、トークでいいです。1、2枚。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，上面基本上就只有牛肉跟酒，牛肉还分贵的跟便宜的，就都试一下哈。じゃあ最初はこちらで。これは自分で焼きますか？来看看便宜牛肉跟贵牛肉的区别啊。这是3000一盘的肉，这个是3800一盘的肉，它上面的油会很多。我们还是先让小姐姐烤便宜的吧。下菜的小姐姐真的是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就是餐满寿喜烧的料，看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等它煮开就可以了。这个葱根的味道真的巨香。对了，这个鸡蛋液，我上次看到有人直接把它丢到锅里煮，也不是不行，也是可以的。它这个其实是用来蘸这个肉的，反正你怎么吃都可以。用这个带了一点葱香的牛肉，裹满刚才搅好的生鸡蛋液。这一口真的太绝了！不过看到对面坐了对情侣，我就想到快到七夕了。买包包我都在评论区的得物上面选 ，LV 这些大牌包比专柜都省几千，还有专业鉴别，买着放心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。墨鱼丝也煮好了，这个墨鱼丝裹鸡蛋液的效率真的很高。脆嫩脆嫩的口感，你也可以把它煮久一点，煮到那种一夹就断的样子，也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再来试一试贵的那盘肉，它就是更大一片，再加上一点酱汁，等它变色就可以吃了。因为它这几块肉脂肪比较多，所以就很适合配着米饭吃，特别的下饭。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最大的肉，再往嘴巴里送一大块米饭，就很过瘾了。你还可以用和牛卷着大葱吃。其实我之前也不怎么吃葱，但直到我尝到了葱根其实是甜的之后，就爱上了大葱。茼蒿也差不多了，也可以用它跟葱卷在一块吃，双重美妙。最后再来一块豆腐，这个才是豆腐的正确做法呀。再来一块肉卷茼蒿，今天也就是寿喜烧大满足。不过残念的是他们家并没有甜品，买完单之后自己去便利店买个甜品吧，还是这个雪大福最好吃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小青椒吗？今天这家烧鸟店终于把我吃服气了，我真的是约了他1个月才约到，非常讨厌日本这种耍大牌的店，所以他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。这个一定要一口吃。今天就来看看，我感觉我要被蛋液淹没了。这家在塔贝罗沟上面有4.17分的烧鸟店是什么样子？又到吃烧鸟串的日子。今天去的这个站叫鸭上站，那就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压得上。知道了，稍稍迟到了，下回
感觉会被骂，因为非常严格。哎，吃东西不要想那么多。这种完全预约制的烧鸟店有个特点，就是主厨会给你一直上菜，直到你把房子卖了或者你亲自叫停，他才会停。然后主厨旁边会放一个这个锤子，你们知道是干嘛用的吗？就是当你结账的时候，主厨如果发现你钱没带够，哎，他就会。不过啊，看到这3个师傅都没有头发，心里对味道还是放心了很多。好了，第一个出来是烤鸡心，上面放了一点姜丝。它这个吃起来有点特别的是，里面全是那个心脏的肉汁，还不全是鸡的油水，其实更像是甲鱼汤的那个鲜味，特别的好吃啊。鸡心的软硬和盐的厚度也刚刚好，我甚至开始有点期待下一串了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胗，挤上一点柠檬，它这个头其实还有点大，不要看它外面那么难嚼，但它其实里面是生软的。这种半生不熟的就很考验师傅的基本功。然后称等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玩一下这个可以领福利的游戏，点左下角这个游戏登录就可以领288，挂机升级就可以领现金，每升一级还能多领1000，秒提现秒到账。每月的饭钱不就出来了吗？牛逼啊！好啦，下一个菜上了，是一盘豆腐前菜，浇上一点酱油就可以吃了。表皮酥脆，里面的嫩豆腐还很扎实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脖子肉，我经常在想，鸡脖子不是没什么肉吗？这一整串一只鸡到底够不够得了？但它的肉质是真的很嫩，就特别的弹牙，这个部位真的贼好吃。吃多了肉，我们再来点素菜啊，烤大香菇。师傅还专门提醒说，小心里面的油水烫嘴。你看，光是这样摇都看得到里面的油水在动。它是先腌了之后再烤，哇哦！然后这个是鸡脆骨，边角都有点烤焦了，我觉得它那个骨头吃起来肯定很脆。它这个真的是肉跟骨头是连在一块的，就不是那种超市里面看到的假的。骨肉相连的那个地方油脂特别的多。然后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它居然没有给我配蛋黄。它这个肉丸咬开里面还有惊喜，就是里面全是脆骨，嚼起来都是嘎吱嘎吱的。接下来是一串银杏，其实就是白果吧，真的很像烤小土豆。然后师傅好像听到了我们在讨论为什么提灯还没上，这次的提灯蛋液特别的饱满。其实要一口吃，主要是因为提灯的重点其实是后面卵巢的部分，未成熟的卵其实只是充当一个背景的作用，衬托出卵巢肉质的嫩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稀少部位，鸡的食道，这个吃起来的整体感觉就是巨弹牙，然后怎么嚼都嚼不烂。哎呀，它食道的外面一圈还是脂肪，然后是一盘形状怪异的青椒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椒，我还是第一次吃。它是圆的，它吃起来其实是甜的，上面还有一点芝士碎末，比普通青椒的皮更多更厚。然后是鸡中翅，都已经帮你切好了，虽然很香，但我还是更喜欢肯德基的辣翅。然后是2种不同部位的鸡腿肉，两个的口感还是有微妙的区别，但是都是嫩化的那种，就是基本功嘛。最后还给我上了一串鸭肉，我其实已经有点吃不下了，我们还是让师傅最后烤个素菜吧。还真就给我上了这么大一坨山药，不过这个山药其实烤的挺甜的，感觉自己像在吃藕，就是这个拉丝看起来有点奇怪。好了，最后不管多撑，还是要用碳水来解决才有满足感。这是烧鸟店必备的亲子冬，它还在表面上浇了一层蛋液，中间还有海苔，吃起来的味觉体验还是挺丰富的。甜品是一个菠萝啊，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菠萝的味道，这个应该比较好脑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是要比普通的店好一些。卡玩意儿。